在罗布泊荒芜的戈壁滩上，几个村民正开着车一边走一边捡石头。突然，他们看到远处似乎有个人趴在地上，等靠近后，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一具干尸。从衣物等状态来看，似乎死去还没有太久，遗骸呈俯卧状，身下的一片沙地也被挖过。死者生前可能尝试过用双手挖沙土，以便藏进去躲避太阳的炙烤，但很明显，他还没成功就不行了。几人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警方，一起2年前的失踪案真相也因此被揭开。大家好，我是沈眠。提起罗布泊我们想到的就是神秘、荒芜、死亡之海这些字眼。狭义的罗布泊一般是指大耳朵和楼兰故城遗址所在的区域，也叫核心区。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湖泊，而今天大家把库姆塔格沙漠、核试验场以及吐鲁番和哈密以南的区域都称为罗布泊。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核心区以北这一片。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就是走到这里，而且还差点死在里面。不过他走的是瓜州到哈密这条线，并未经过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2013年7月底，做矿山机械生意的乌鲁木齐人石某决定到吐鲁番善善县某个石材矿办事。关于这个石材矿的位置，网上的描述都很模糊。在央广网的报道中，只说这个石材矿在善善县以南200公里，不清楚这个200公里是按汽车的实际行驶距离还是直线距离。为了方便讲解，我就按直线距离来算了。大概在北纬41度沿线，原因是这边也有石材矿，而且分布有风林石和蛋白石，所以会有捡石人来这边，与后续的线索大致能对上。这个大家了解就行，我们主要还是看事故的经过。其实这个地方1600年前就有一位名人来过，并且还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载。他就是东晋大法师法显。跟玄奘一样，法显也是要去天竺取经，不过时间要比玄奘早了228年，路线也不同。当时法显5人刚走到现在罗布泊的白龙堆附近，跟石某要去的地方基本在同一片。那时他们称这里为沙河。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这片沙漠里常有邪祟与酷热狂风，一旦遇上便难以活命，空中没有飞鸟，地上也不见走兽，极目远眺，想寻找前行的路径却毫无头绪，只能依靠沿途逝者的枯骨来辨认方向。法显的经历说明，在那个时候这的环境就已经十分恶劣，并死过了很多人。到了今天，这里更是成为了人类的禁区。我们回到本期的故事中来。2013年7月28日这天早上，来自乌鲁木齐的史先生孤身一人开着皮卡车，从库姆塔格沙漠西侧开始南下。从迪坎尔村开始往南就没有铺装路面了，有的只是矿区车或者是游客的越野车碾出的路。从地图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石某之所以要独自去可能是因为他之前就多次前往无人区矿场办事，所以觉得没什么问题。大家一边跟着汽车查看地形我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片区域。石某所走的路线其实是噶顺戈壁的西部和西南边缘。噶顺戈壁又称漠河岩气，形成于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那时这里还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湖泊干涸以后慢慢变得极端干旱，多强风，以风蚀地貌为主，遍地都是沙龙、雅丹和卵石。唐代高僧玄奘在《三藏法师传》中对这里也有过跟法显类似的描述。虽然他走的跟石某不是一条线，但环境基本是一样的。翻译过来就是漠河岩气绵延800余里，古时这里叫沙河，空中不见飞鸟，地上没有走兽，也没有草木水源。此刻我孤身一人，唯有影子相伴，接连4、5天滴水未进，口舌与腹中均干枯焦灼，几乎濒临绝境。放眼四周一片迷茫，夜晚经常有鬼魅燃起的野火，点点亮光如同繁星。天上狂风卷着飞沙，落下来时就如下雨一般。玄奘的描述比法显更令人绝望，因为玄奘当时是独自一人，他确实差点死在里面。最后幸亏他的马带他找到了一处水源地才活下来。从玄奘之后噶顺戈壁又有了新的名字800里瀚海。其实小说《西游记》中唐僧收复沙僧时的流沙河原型地就是这里，只不过吴承恩将沙漠与大河融合到了一起，称之为流沙河，即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介绍完了噶顺戈壁，石某也来到了石材矿，并顺利地将事情办完。他于黄昏时准备返回，而他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或许想趁天黑前走出无人区，他并未沿来时的路往回走，而是临时起意决定抄近道。新的路线虽然也有车辙印，
可因为走的车少，所以路面就没那么结实，这导致他刚行驶了10公里左右，就不幸陷进了一个沙窝。石某应该下车尝试过自救，可因为没有其他车辆帮忙拖拽，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工具，所以他忙活到天黑，车也没能脱困。因为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他也没有带卫星电话，所以石某决定徒步返回矿场求救。按说10公里不算太远，可在无人区的夜晚，这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距离。路难走不说，他还没有 GPS， 没有指南针，甚至连手电筒可能都没，有的或许只是手机发出的微弱亮光。他穿着短衣短裤和拖鞋，沿着模糊的车印开始往石材矿的方向前进。可是地面并非只有石某自己的车印，还有许多越野爱好者或捡拾者留下的，这导致地面的车印像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再加上看不见任何参照物，所以石某在不知不觉间跟错了车印，也偏离了石材矿的方向。石某从天黑一直走到天亮，再从天亮走到中午，但石材矿始终不见踪影。他或许早就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可在茫茫戈壁中，没有导航工具，没有参照物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7月底的罗布泊，天空热的就如下火一般，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升到60、70度，所以到正午时，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就想挖个沙坑躲避热浪。可因为没有任何工具，他只能徒手挖。最后不知是体力耗尽，还是中暑，又或者是脱水，坑还没挖好，他就倒了下去。1天后，因为联系不上石某，他的家人报了警。鄯善县公安局和应急部门以及志愿者先后深入罗布泊腹地进行了10次搜寻，可在茫茫荒漠找人犹如大海捞针，搜寻最后以失败告终。后来石某的家人又2次租用滑翔机搜寻，但还是无果。10个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石某的皮卡被人意外发现，这又引发了第2次大规模搜寻，但还是没有找到他。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015年3月8号，距离石某失联已经将近20个月。这天，鄯善县七克台村的一位村民跟同伴开车进入罗布泊捡石头，接着就发生了我们视频开头的一幕。他们在一片石滩附近发现了一具干尸，尸体呈俯卧状，趴在一个浅浅的沙坑内，双手压在腹部下，一只拖鞋散落在一边，短衣短裤尚在。从扭曲的四肢可以看出，他临终前应该是比较痛苦的。几位村民立刻报了警，后来警方通过 DNA 鉴定确认，这正是失踪了近2年的石某。遗体发现的位置距离他的皮卡车约30公里穿着拖鞋走了那么远。其实历史上在罗布泊遇难的人太多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了一具没有名字的干尸或者骸骨。他们很不幸，但有一个人却是幸运的。2025年1月30日，一位名叫文雷在路上的户外博主在自己的账号上宣布，他要独自徒步穿越罗布泊，路线跟当年雷电生穿越的前半段相似，就是从玉门关出发，然后沿库姆塔格沙漠边缘前往最终的目的地罗布泊站，预计需要20天左右。我看了一下他的装备清单他确实是有研究过的，但他可能忘了研究法律法规，否则不会明目张胆的发视频官宣。因为在2017年，保护区就专门发布了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在罗布泊的旅游、探险和穿越活动。好巧不巧的是，他的视频还被精准推送给了雅丹派出所的民警。2月21日，文雷再次更新视频说自己已经抵达无人区，穿越正式开始。雅丹派出所看到以后立刻坐不住了，好小子，你来真的？所长赶快给他留言说这里是禁止穿越的。之后可能有通过其他人给这位博主发微信劝说，但文雷已经进入了无信号区域所以信息没有得到回复。无奈之下，全所的民警、辅警都去找他了。他们通过视频里的地貌特征、行进轨迹以及补给情况进行分析预测，终于在3天后精准的于沙漠边缘区域拦截到他。3月1日，在派出所的邀请下，他在被称为魔鬼城哨所的雅丹派出所前拍了一段警示视频。随着央视等官媒的转发，这条视频立刻火爆全网，许多人都把这当成了一件趣事调侃。可实际上，雅丹派出所是救了他一命。因为2008年，雷电生虽然也是独自穿越罗布泊，可他们是提前在沿途预埋了物资的，并且雷电生也一直有通过卫星电话在跟自己的团队保持联系。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雷电生在红岭堆附近还是差点因为沙尘暴出事。而这位博主去的时间恰好是沙尘暴即将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当时视频下也有很多人提醒他的准备看似充分其实容错率非常低，可以说一旦有任何意外发生，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因此说救了他一命毫不夸张。在该起事件发生1个月后，也就是2025年4月14日，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再次发出通告，表示将从严打击罗布泊非法穿越活动，如果发现将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加追究刑责，由此产生的生态破坏和救援费用也将由非法穿越者承担。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罗布泊无人区的第2天，无人区的第3天、第4天、第5天、第6天、第7天、第8天。大家好，我是东华市公安局雅丹派出所民警。今天在景区巡逻时，发现了未经许可计划徒步穿越罗布泊无人区的文雷先生，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劝阻。在这里，雅丹派出所民警提醒广大游客，罗布泊无人区气候环境恶劣，贸然进入十分危险。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请大家遵守法规，敬畏自然，未经许可不要擅自进入罗布泊无人区徒步探险。谢谢大家。